面又塌了一块，下面好像还有人。先救活人，文武往后放。医生，回来，山体又裂了，把人带出去。圣湖里有人，他从圣湖出来了。这是哪儿？救援队呢？祭礼被扰，妖女现世。等等，我不是。圣湖生意，金乌震怒，拿下！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我不是妖女。神子受罚了！妖女乱纪，神罚降临！那不是神罚，是癫痫发作。妖女要害神子，再拦我，她会死。拦住她！阴巫在上，收妖女，摄神子。她是病人，不是祭品。妖女再进一步，祭刀诛邪。你们口口声声说她是神子，却眼睁睁看她窒息。神要是真在天上，第一个罪人就是你。大胆！你能救她？能，前提是你们别添乱。少主，此女来历不明，神子因她受罚，怎可让她触碰神体？身体，她现在连气都快喘不上了。你是这里能做主的人吗？如果是，就现在下令，救还是看他死？让他救。少主，我说让他救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要第一时间清理口腔，打开呼吸道。病人保持侧卧，你们都散开，空气要流通。装神弄鬼，我不装神，我救人。神子动了，他活了！姐姐，妖女以邪术乱神体，未必不是更大的灾祸。来人，将她绑上神树，待神谕裁决。谁敢动她？妖女擅闯祭台，亵渎神子，本与青铜神树。你们要烧我可以，但孩子以后再发病，谁救？神子自有金乌庇佑。刚才你们跪了一地，金乌没动，是我救的。他以妖术蛊惑人心，若今日不分，蜀国必乱。谁敢动她？少主，她是妖女。妖女能救神子，圣女却只能看着她死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活就配合我。金乌神女临世，指神子之恶，护蜀国之乱。她不是妖女，是天降神女。神女，她真的救活了神子啊！少主不可，神女之名，需由祭司殿请神谕确认。神谕若是来得慢，人应该先学会自救。从今日起，叶曼妮入少主府。她是本少主亲封神女，也是本少主未来王妃。什么王妃？我答应了吗？你想现在被烧死，可以继续反驳。你救我不是因为相信我是神女？当然不信。那你为什么救我？你能救神子，就能撕开祭司殿的假神话。所以我不是什么王妃，是你拿来对付祭司殿的棋子。你想活，我想乱，我们暂时同路。同路可以，利用我之前记住一件事：我救人，不替任何人杀人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只是一个医生。神女王妃，我倒要看看她能活几天。王妃待遇还真像囚犯。
这些都是被献祭的人。祭祀殿若判定是神法，就不会被救治。你跟踪我6个守卫都看不住你，我只能亲自来。他们做错了什么？神说有罪，他们就有罪。神不会说话，说话的是人。你是少主，为何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我能杀一个祭司，杀不了百姓心里的信仰。那就让他们知道，所谓神法只是病了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要推翻的是祭司殿，也是百姓信了一辈子的天。如果这片天靠这些献祭名牌撑着，就该塌。圣女说3日后请神谕，那女若不是神女，就送去祭牢敬罪。祭牢是什么地方？进了祭牢，还有几个活着出来？一个让活人变成鬼的地方。我本来只想回家，现在我想先拆了这堵墙。那你最好先活下来。神女姐姐，叫叶医生。叶医生姐姐，这是圣药，吃了就会睡觉。麻药？祭祀殿竟然靠这种东西装神弄鬼，这药会让人麻痹昏迷，不是治病的，以后不许再吃了。可莲姬姐姐说她最疼我。别怕，我会治好你的。神女，神子又发作了，在禁地。玄逸呢？少主去城防了，神女请随我来。萌萌呢？神女为何私闯禁地？你竟然偷金乌神印！你设局，禁地是你自己闯的，神印也碎在你脚边，全王城都会知道神女现神。萌萌根本没发病，你知道的太晚了。妖女亵渎禁地，金乌神印被毁，叶曼妮当场被擒。神女怎么会毁神印？她从圣府出来本就不行。我本愿信她是神女，可无敬畏者，便是妖孽。你假传引我入禁地，神印早就被毁了。证据呢？已组织，亵神者入祭牢敬罪3日。放人！少主亲封神女，才更该由神明验明真假。别动手！现在动手，他们会说你为我抗神。我要活着出来，亲手证明他们在撒谎。祭牢里有人想你死，也有人等你活着出来。你等着，我不会输在这种地方。送祭牢。哟，新的祭品来了。你是谁？新来的祭品，胆子倒不小。停！八地呼延部少主，你呢？叶曼妮，医生。医生是什么？类似巫医或者大夫。那你先救救自己吧，别碰我。你这伤再不处理，今晚都撑不过去。祭司不让我活，你救了也没用。我救人不需要他人同意。你不怕我？我是敌部少主。现在你只是快死的病人。你救我，我带你出去。你知道出口？祭牢下面有旧河道暗渠，死人从那里运出去。我观察了3个月。那你为什么不走？我一个人爬不出去，你信我吗？不信，但我想活，你也想活，够了。看紧些，3日后他还要上神树。换岗时有半颗中空隙，想活就今晚走。好，你带路，我保你不死。进去，别回头。你先走，我断后。一个女人断什么后？废话少说。你现在走路都打晃，可别拖累我。这些致命伤都是人为的。在这里，祭司说是神法，就是神法。什么牢房，简直就是刑场。人不见了，快追！站住！别跑！放开我！你还能跑？我说过保你不死。你对谁都这么傻。医生的规矩，在我手里的人，能救就救到底。你发热了，伤口感染加重。说点我听得懂的。你再流血会死。那就死远点儿。
往东走，那里有旧猎道。你疯了，伤口会裂。你摔坏了，谁给我治？看来祭司没杀死我们，山神要补刀。闭嘴，省点力气活下去。你走，我引开狼群。少废话！我不丢下病人。你还真能跑！玄一，救人！八地呼延部少主，入侵者。刚才他替我挡了狼，现在他是伤者。带回王城，祭司也会要他的命。那就让他们先问我。你凭什么保他？你亲口说的，我是神女王妃。那我就用王妃的身份保他。把人带回去。少主，他是敌部少主。带回去。城主，你挡我一次，我还你一条命。神女，真麻烦。热水、干净布、火、细麻线、止血草，快！照他说的做。荒唐！他是呼延部少主，杀了他可震慑八地残部。救敌人就是害蜀人。他现在没有拿刀，也没有杀人，他快死了。神女好大的人心，今日救敌，明日他若屠我蜀民，你担得起吗？行医救人，不论身份。以后他若杀人，你们用律法审他。可现在他只是病人，执念太重，分不清敌我，恐为蜀国祸患。若他醒来后反咬蜀国，你也救。救。医生学的是治病救人的手艺，修的是一视同仁的心。给你1夜。少主1夜后他死，此事作败；他活，在议。都散开，不要靠近床榻。他要动刀。妖术太残忍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消毒，让看不见的脏东西少一点。动刀取物，果然是妖女手段。残忍的是看着人病死，还说是神医。停，撑住！你还没把暗区的账跟我算清楚。谁敢扰他救人，拖出去！玄逸，你为何如此在意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？不对，昨晚伤口已经清过，怎么会烧得更厉害？药被换了。1夜过去，人反倒更重。人女毕竟出来蜀国，不食草药也正常。只是可怜少主信错了人，有人动了我的药。谁敢在少主府动手脚？抚伤草会让伤口溃烂。昨晚我的方子里没有这味药。药炉后院人来人往，也许是哪个妇人不小心混进去的。神女救不了人，何必急着推罪？不小心，抚伤草长在阴湿毒地，和止血草气味完全不同。能混进去的人，不是蠢，是毒。查。少主若要查，自然该查。如今药乱成这样，或许是神明不许他活。治不好是我错，治好了是神机。要被动手脚又推给神明，你们这套话术真省事。少主，在他袖中搜到同样草根。贱婢，谁指使你？没人指使，奴婢只是觉得神女用圣草救外族，是对金乌不敬。糊涂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带回去，好生管教。且慢，一句糊涂就想了结？那神女还想怎样？还我清白，护病人周全。玄逸，别让任何人再碰我的药。好。既是侍女私心，交祭司殿处置。
神女救人要紧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，毒草差点害死一个人，也差点毁了我的医术名声。你们一具私心，就想把背后的人藏起来。神女如此咄咄逼人，是怕自己救不活婷，先找替罪羊吗？不是她自己，萌萌，我看见了。昨晚她从莲姐姐的寝殿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。她翻墙进了后院，把东西倒进药碗里。萌萌，你年纪小，夜里看错了。我没有看错，她袖口上有金线，是圣女殿的侍女服。萌萌，我从小照顾你，你怎能帮一个外来的女人污蔑我？叶医生姐姐说，真正疼我的人，不会让我一次次靠运气活着。圣女急什么？萌萌只说侍女从你店里出来，还没说是你指使。压下侍女，单独审问。圣女殿所有药物出入记录一并封存。少主，你为了他，连祭祀殿也要搜？不搜证如何还你清白？叶医生姐姐，她会活吗？会。有人越想他死，我越要把他救回来。婷，听得见吗？天雷，别过来！他说什么？他醒了，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。慢点喝，你可是我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。阎王是谁？管死人那边的，你差点就归他管了。说正事，昨夜你昏迷时提到天雷，黑鼠的天神王，他能召天雷？我亲眼看见火焰部城门3丈后的石门一声巨响碎了，火光冲天，守城的人全被烟尘吞没，整座城乱成一片。不是天雷，是火药。你知道那是什么？你果然知道。那个天神王也说过奇怪的话，他说旧事愚昧，他来建新秩序，降者生，不降者土。他的口音不像蜀人，不像巴人，倒是像你的腔调。他还做了什么？黑甲军，每个人走路、举盾、出刀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，还有药炉，被抓的人进去试药，活着出来的不到一半。用现代知识炼军、造火药、试药，他不是神，是另一个穿越者。穿越者？你刚才说另一个，所以你和他一样，都不是这里的人。我和他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用知识杀人，我用知识救人。你到底从哪里来？如果他说的火药是真的，蜀国会死很多人。你能破吗？能不能破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不能让他把这里变成试验场。那你最好快点，天神王已经盯上蜀国了。火药、天雷、穿越者，你知道的远比你说的多。我知道的不一定能帮你们，说多了，可能害更多人。你从圣湖现身，懂神子怪病，懂清仓救治，懂火药，还说黑鼠王是另一个穿越者。叶曼妮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来自很远的地方，远到你的马跑一辈子也到不了。那里没有金乌神，没有祭老，也不会把病人写成妖邪送去献祭。那个地方有火药？有，也有比火药更可怕的东西。你会造吗？不会。你现在身在蜀国，黑鼠若攻来，死的是我的百姓。所以我要救他们，不是帮你造出另一个黑鼠。就算会，我也不会叫任何人拿他杀人，包括我。包括你。他若想害你们，祭坛的孩子早死了，我也早死了。谢谢。少说话，伤口会裂。神女，我孩子烧了一夜，祭司说是神罚，可我想问问你能不能看？
先进去，别跪了。不跪神女，神女不怪罪。我不是神，我是医生。别怕，到我这里来。她不是祭祀殿那种要人跪拜的神女，她的使命仅仅是救人。她救一个人，百姓就少怕我们一分。圣女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既然他们信他能救，那就让他就义成人。祭司说喝圣水能压神罚，可他喝完更重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吐的？所以喝了圣池水后就烧起来了。有毒？未必是毒，但这水一定有问题。神女，不能喝普通水啊！祭司说只有圣水能救命。他现在不是被神罚，是脱水，再灌圣水才是真的要命。带我去圣池。这水不能喝，这是无耻的圣水，神女怎能污蔑圣池？圣池供奉100年，从未出错。神女初来楚国，怎敢妄言？水里有腐物，喝下去会发热、呕吐，严重会死人。封池，少主，封圣池等于抗神。出了事，本少主担。即日起，圣泉水不得取用，所有饮水煮沸后再喝。他敢封圣池，就让全城人把病都算到他头上，把病人都抬去药寮门口，让百姓看看神女到底救不救得过来。封了圣池，我孩子喝什么？他说圣水有问题，孩子反倒变得更重。发热呕吐的站左边，昏迷抽搐的抬进屋。别急，重症优先。我要把孩子关起来。想让他们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听医生姐姐的，我也是她救活的。扰乱救人者，拖出去。水必须煮开，布必须干净，呕吐物别用手碰。你不是神女吗？救他，救他呀！我不是神女，我是医生，想让他活就松手。少主，东乡又抬来10几个病头，说都是喝不到圣水后发病的。还能进吗？抬进来，我尽力。辛苦了，药材若不够，开我的府库。八弟残数散在山里，我得回去收拢他们。黑鼠若真压境，八弟也躲不过。伤口还没完全好，路上别逞强，按我给你的药方换药。你也保重，等我回来。管好你自己吧，叶医生不劳你费心。神女，救救我孙女儿！你愣着干什么？你救我！送来的太晚了。你能救别人，为什么不救他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人骂了你？不是，他已经……你赔我孙女儿！他封圣池，孩子才死的。神罚来了，神罚来了！他封了神恩，却救不了所有人，百姓信他，终究要付代价。医生姐姐，谁砸的？别伤人。他们伤你，他们怕死，也怕孩子死，怕到被人牵着走。我救不了所有人，但我会救能救的人。你们要恨我，等疫情过去再喝。现在让开，里面还有孩子活着。谁在你？按扰乱军令处置。死一个还不够，那就让他们死更多。不对，
这不是单纯的污水感染。他也喝过圣池水？没有，他家离圣池远，喝的是井水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是疫病。疫病会死人吗？我需要人手、空地、干净水、柴火，还有封住药炉周围，不准病人乱走，也不准外人乱进。封街会引起民怨，不封，明天怨的人会更多，死的人也更多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疫病传播快，时间不等人，要尽快。请委听令，封药炉3街，违令者以军法处置。还要把病人圈起来，这不是救人，这是囚禁！想尽快控制疫病，就要听我的。第一，照顾病人后要洗手；第二，呕吐物用灰盖住再埋；第三，擦过身的布煮过再用；第四，发热呕吐的人主动进观察区。我娘在里面，我要进去。你进去可能也染上，你若死了，他好了谁照顾？他封圣池，又求百姓，下一步是不是要把整座王城都交给他？王城若乱，黑鼠不用天雷也能破城。今日谁扰疫区，本少主亲自问罪。发热的去这边，吐出来的东西不能乱碰。你不准靠重症区。我想帮你。听话也是帮我。妖女封圣水，聚病气，乱人伦。疫病不是天灾，是他冒犯金乌引来的神法。若任他继续圈禁百姓，病气只会越积越重。报家人出来，烧了一区，神法就散了。烧了病区，里面活着的人也会死。你们想救亲人，还是想亲手杀他们？妖女巧舌，神法岂是凡药药能治？那你进去，替他们向神求命。你不敢进去，因为你知道这病会传人。你们嘴上说神法，身体倒很诚实。神女入疫区救人，大祭司若不入，就别在外面指手画脚。少主今日护他，他日必受神怒。神若因救人降怒，那这神不拜也罢。你救人，我挡他们。百姓开始不怕我们了，那就让病更重，让他们重新怕起来。快点到！大祭司说，明日病得越重，百姓越信神法。这些辅剂品真能让人病？神女不是说水脏会病吗？那就让水更脏。不是神法，是他们在害人。谁？是神子！不能让他开口。萌萌呢？刚才说去取沙土。怎么了？萌萌不见了。少主，在水渠边发现的。他一定看见了什么。搜水渠。动他一下，死。姐姐，他们往水里倒烂东西，他们说要让病更重。原来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带回去，天亮前我要他们开口。不用等他们开口，证据就在水里。
这些东西昨夜被倒入上游，凡是用过这条水渠的人家，病情都更重。这不是祭品吗？祭品怎么会在水渠里？说，是谁指使？小的只是奉命清理祭物，不慎落入匪渠。不慎？你们挑的是上游，倒的是腐物，选的是半夜，哪一处是不慎？祭物入水，或许是手下疏忽，神女却借机污蔑祭司殿，居心何在？我的居心是百姓恢复健康和正常的生活。你们的孩子是被脏水害的，你们的亲人不是不洁，是被病传染。有人明知水会害人，还把腐物倒进去，只为证明我是妖女。我孩子喝的就是这渠水，他妖言惑众，竟无是……我亲眼看见祭司倒的，他们还想捂住我的嘴。医生姐姐救人，他们害人，你们为什么还要信害人的人？风水渠清淤，所有取水点由少主府亲卫看守，祭司殿不得插手。少主这是夺祭司殿治水权，我夺的是害人的权。退烧了，阿和，你认得娘吗？娘，我想回家。好了，他们真的好了。你也要按我给的方子调理，少熬夜，别乱吃圣药，以后不会再随便发病了。我记住了，叶医生姐姐。神女，我那日砸了你，对不住。叫叶医生，柴火放那边，先洗手。叶医生，我会煮水，也会埋衣物，还缺人吗？缺。进来前洗手，蒙住口鼻。他们开始信你了，祭司殿不会甘心的。我知道，可只要他们看见人能被救，就不会再恐惧祭司殿的淫威。叶曼妮，你救的不只是病人。我只做医生该做的事。不许跪！不许跪！回去记住3件事：水煮开，手洗净，病人要隔开。记住了！感谢叶医生救命之恩！感谢叶医生救命之恩！他们今日能信他，明日也能烧他。他们不跪神了。只要神谕说，他才是灾祸。大祭司要请神谕，不是请，是降。祭司殿的钟，召全城，祭神术。他刚救完疫病，百姓正信他，现在动手未必压不住。正因百姓开始信他，才必须现在动手。百姓可以感谢他救命，但不能忘了怕神。祭司殿若失去恐惧，就只剩一座空殿。可少主护他，只要民心所向，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他救过的人会亲眼看他被烧。这才是神权，能让人跪谢，也能让人亲手点火。金乌神谕将降，全城百姓速往神树前听谕。又是神谕，叶医生刚救了我们，神不会罚他吧？神谕面前，谁敢多嘴？上一个质疑祭司的人，名字还挂在祭墙上。姐姐，是祭司殿的神谕钟。大祭司召全城祭神术，冲我来的。 80%是。他们会不会又说姐姐是妖女？假的东西喊得再响也是假的。走，我陪你。你要变成被妖女蛊惑神智的少主吗？本少主护的是救过1城人的医生，
金乌神谕已降，妖女叶曼妮冒神女之名，封圣池，聚疫病，祸乱王城。3日后焚于青铜神树，以息金乌之怒。姐姐救过你们，你们要帮她。可是他救了我儿子。神谕都降了，别说了。叶曼妮，看见了吗？即使你能拯救万人，也不及一句神谕。你错了，他们怕的不是神，是你们以神的名义举起的屠刀。妖女巧舌惑众，来人，押她上祭台。住手！少主，你要为一个妖女抗神？神谕要她3日后死，不是今晚。大祭司急什么？既然说我是妖女，3日后焚我，总要让我知道罪证从哪来。神帛、神火、神血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原来焚血还要3证，那今晚只是神帛。 3日后3证俱全，届时谁也护不了你。你救过的人都会来送你上路。3日够了，我会让你们亲眼看清所谓神谕是谁写出来的。本少主给你3日，谁敢提前动他，死！第一件就查他。去蚕桑坊，知道神帛真假的人，不能活到明天。神不会撒谎，但人会。这不是祭祀用的高等贡帛。你看得出？我看不出你们蜀国的贡帛规制，但我看得出它赶工粗糙，边角没处理干净。真正用来承载神谕的东西，不该这么随便。传蚕桑坊女工连夜入府验帛，字可以伪造，印可以偷盖，但材料、手法、经受人，总会留下痕迹。好，那本少主今晚陪你审到底。少主府传召验神帛。神帛，快些，神女等着呢。你们是谁？死士，别动，伤口没到心脉，能活。神帛，假的。你确定？贡帛以3蚕细丝织成，出手如水。祭台那块丝粗结乱，不是贡帛。有人派他作证。我保他活，你保他能上祭台说出真相。好。少主，这是圣女殿的东西。神帛是假，灭口是真。明天，祭司殿该还债了。一个受妖女蛊惑的贱宫，也敢污蔑神谕？他知贡帛3女，你知贡？我不懂你们的神，但我懂证据。第一，贡帛细密柔软，这块粗工结乱，不是祭司殿规定的神谕贡帛。我可以作证，此帛是普通丝帛。第二，昨夜有人刺杀他，若神谕是真的，为什么要杀唯一能辩驳的人？神意降世，不必拘泥凡人公义。那第3件证据，你要不要也说不拘泥？昨日是谁命你去取普通丝帛？你看我做什么？看样子他知道该看谁。是圣女，是圣女让我取的。她说只是补积分，奴婢不知道是伪造神谕。贱婢胡言！神帛是假，刺客是真，取帛记录是真。所谓神谕，不过是你们写给百姓看的催命符。是妖女。我说，让开！王上中毒了。王上怎会突然吐血？少主质疑神谕，惊动金乌，皇上代民受过。闭嘴！他是中毒，不是替谁受过。
至少半个月了。前期乏力、食欲不振、腹痛，今日毒性集中爆发，才吐血昏迷。每日入口的东西，对，水、食物、药。王上的日常药是谁配的？圣女殿，王上服用神药10年，从未出错。药在哪？神药方乃祭司殿机密，外人不得碰。带路，去圣女殿药阁。少主，圣女殿非诏不得擅入。父皇若死，你拿圣女殿陪葬。你最好祈祷药没问题。能救吗？要先知道毒是什么。叶曼妮，救他！我会尽力。如果查出真是祭司殿所为，你要如何？推翻祭司殿。抚伤草，就是海婷伤口溃烂的那种。同一种，小剂量长期服用会让人乏力、腹痛、内脏受损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吐血昏迷。王上神药是圣草方，内含当归、茯神、龙骨粉，你不过闻了闻，便敢定罪。真正圣草方入水不黑，抚伤草遇水系黑。证据就在这里。这药谁配的？回少主，圣女钦配，侍女研磨，内侍送药。圣女，你给王上下毒！不是我，药阁人来人往，定是他栽赃。又是别人换药，从廷到王上，你们圣女殿的药总是这么容易被换。药经多人之手，不能凭一碗黑水定圣女之罪。那就查药渣，查取药记录。查谁接触过抚伤草？你敢查吗？封药阁，圣女殿所有人逐一审问。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要抢走我的东西？我没抢你的东西，我只是在救人。神不是假，王药有毒，圣女殿必须给交代。我侍奉金乌神儿，为王上配药10年。凭什么他一来，你们全信他？错了就是错了，善行和恶意从来不会相互抵消。你从圣湖出来那天，我就该杀了你！玄烨，来人，把连襟拿下！都让开！我还没死，你别慌。你不准闭眼，看着我。这也是医术？是救命，别打扰我。王妃，你又欠我一命。你再乱替我挡，我就天天骂你。卢真刺杀少主，谋害蜀王，伪造神谕。连接你的圣女位到头了。没有圣女位，我什么都不是。那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你手在抖。闭嘴！我还没消气。你怕我死？我是医生，怕来不及救治病人。只是病人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你伤还没好，着急回来做什么？你救敌人，救百姓，救少主。可这里的人今天谢你，明天可能害你。跟我走，我护你。你做我的王后，谁也不敢欺你。停，你是我的病人，也可以是朋友，但我不会跟你走。因为玄烨。因为我的归处不由任何人决定，不由你，也不由他。我留下不是因为谁能护我，是因为这里还有人需要医生。祭墙上的王者名牌还没拆，祭司殿的账还没算，黑鼠天雷还没来。我要走，也该是我自己选择走。你果然不是谁能带走的人。你别把救命之恩当成情债，好好养伤，做你该做的事。少主，看来你也没赢。他不是奖赏，无所谓输赢。黑鼠若来犯，八弟欠你一条命。
我会还你。少主，季老遇到高手劫狱，连姬已出逃。莲姬，交出秘册，你还能活。活？我圣女未没了，少主不看我，百姓不跪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？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都在这里！大祭司12年的伪神谕，我替他记得清清楚楚。莲姬，把东西交出来！现在知道怕了。你选我做圣女，不是因为我虔诚，是因为我好用。秘册给我，那是扳倒他的证据。叶曼妮，你想赢，那就来拿！你不要命了？这上面有牺牲者的名字。叶曼妮，你以为赢了？黑鼠天雷已经来了，天神王会让你知道，你的医术一文不值。黑鼠，你们果然勾结了黑鼠！你救得了一城一病，救不了一城推进。少主，城门外有黑甲军。神权的仗还没清完，真正的战争要来了。蜀国神女名叶曼妮，会医术，也识天雷。把这个女人带回来，要活的。首先包扎。为神谕编号，献祭名单，收粮数目，连老夫胞弟当年所受神罚也在这里。不是神罚，是祭司殿要他的土地和粮仓。大祭司该死！他当然该死，但现在不能乱杀。为何不能？祭司殿12年根脉遍布王城，今日杀他，明日所有祭司都能说我弑神夺权。黑鼠已在城外试探，此时内乱，王城先败。连姬临死前说黑鼠天雷，这秘册里也提到了黑鼠。你们看，这里写着黑鼠使者祭品输送北水门。祭品输送送给谁？根据秘册记录，是黑鼠。这些年被祭司殿选中的人，真的都奉献金乌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这些人是被送去了黑鼠，去药炉试毒，去试他们所谓的天雷。他疯了吗？那都是蜀国百姓啊！他很清醒，百姓怕神，他就用神谕控制；黑鼠要人，他就借献祭的名义做利益输送。秘册里为什么会记北水门？北水门平日只走洪水和祭物，守备不重。守备不重，才方便送人，也方便接应。继续查，黑鼠使者祭品送出北水门，这3件事放在一起，绝不是巧合。少主，大祭司回祭司殿后闭门不出，殿外祭司聚集，说神术失火是神怒。封禁祭司殿，相关人员不得离殿，任何文书不得外传。他会想办法回正，也会想办法让百姓重新怕他。我们就等着他出手。少主，城门外有黑甲使者求见，承奉天神王之命，给蜀国送礼。天神王来了。奉天神王战之命，献礼蜀少主，愿两国交好，永不相犯。黑鼠图呼延部炸蜀国城门，现在来谈交好。天神王说，识时务者皆可为友。黑甲军怎么这么整齐？听说他们会照天雷。别靠太近。你看出什么？还不能确定，但那罐子不像普通礼物。神女似乎认识此物。你知道我？天神王说，蜀国有位从天而降的神女，能救疫病，能识天雷。
今日特意送礼，请神女开眼。礼留下，人退30步。玄野，让百姓退后。所有人后撤，亲卫列队。大祭司，少主软禁了祭司殿，秘册也落到叶曼妮手里。急什么？黑蜀使者已入城，天神王真会帮我们？他不帮我们，他只需要蜀国乱，我们也一样。天雷一响，百姓就会重新记起神的庇护。是火药，退！你受伤了，小伤，你呢？没事。天神王伯礼，少主可还喜欢？天神王说：“今日诈住，明日可诈成。蜀国若识相，交出神女，献出圣池与药炉，可免战火。”回去告诉你们天神王，拿火药吓人不叫天神，叫恐怖分子。神女果然与天神王一样，说话古怪。一样。天神王说：“你会懂。”滚！再入城门半步，杀！天雷，不是天雷，是人造的杀气。你刚才说火药，你确定？确定，而且会造它的人，绝不属于这个时代。就是他，火焰部城门也是这样碎的。硝、硫、碳，比例不算精细，但足够炸开城门。你能配出来？你想让我造火药？我想知道敌人手里有什么。知道和复制是两回事。火药一旦扩散，这里会死更多人。我不逼你，我信你。你说不能造，就不造。少主倒是听话，这不会是偶然试出来的。他懂配方，懂威慑，还懂列阵和心理战。天神王战3年前突然出现在黑蜀，他修路练兵，开矿建药炉，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。你怀疑他和你一样？他可能也是穿越者，但他选择的路和我完全相反。你救人，他炸城。不，他不是只会炸城，他在建立一套能控制人的秩序。火药只是第一版。少主，城中已有谣言说神女引来天雷，祭祀殿外聚了不少百姓。他被软禁还不安分？恐惧是会传染的，天雷炸住比疫病更快。先稳民心，告诉百姓这不是神法，是武器，能防也能破。你来讲，我来护。你们看清楚，天雷不过是陶罐里黑色的粉末，这种东西只有遇明火才会触发。我们能避，能防，能查。可青铜技术断了，这种东西破坏力很强，但它不是神技，有弱点也有反制的方法。少主，写了什么？3日内交出神女叶满妮，否则黑蜀天雷破城。交出他，是不是就不用打了？他刚救了我们的孩子。天雷因他而来，交出妖女，王城可保。谁再说交他出去，以通敌乱处。你越压制，他们越怕黑蜀。我的王妃岂能让百姓随意非议？黑蜀要我，不是因为我引来灾祸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天雷不是神技。你们交出我，换不来平安，只会让他们认为蜀国懦弱可欺。叶医生救过我儿子，我不同意让叶医生涉险。黑蜀今日要神女，
明日就会要粮草土地，后日要你们的孩子。蜀国不以恩人换太平。天神王问：大祭司还能不能让王城更乱？天雷已响，百姓心乱，只差一把火。天神王只要叶曼妮，我也要他死。明夜，我们的人会从北水门进入，大祭司请提前打点一二。明夜北水门一开，大祭司可得偿所愿了。叶曼妮到手，先交给我。你还想审他？我要他在全城人面前承认天雷是神法，承认医术无用。我要百姓重新跪回祭台。天神王不信神，神若无用，天神王为何自封为神？你们的少主派人紧盯着祭司殿，消息如何送出去？祭司殿有自己的路，神龛下的暗渠直通北水门。少主，祭司殿夜里有暗影出入，我们的人跟到神龛后，失去了对方踪迹。大祭司果然还在动，是否立刻搜殿？不，打草惊蛇只能抓小鱼。请王妃过来。祭司殿水渠北水门可以通过水道连接，黑鼠若要入城，想必会首选水道。大祭司现在唯一的筹码，就是让王城乱起来。我们不能坐等他们行动，要先发制人。诱他出来？对，放出假消息，说我去北水门查探，他若勾结黑鼠，一定会动。拿你当饵？不行，这次是我自己选的。你不是说我不是奖赏，也不是棋子，那就别替我决定。我会在暗处守着你。我知道。果然有火药残痕，黑鼠若从这里进城，王城就危险了。神女来了，就在水门边。大祭司说今晚抓他，逼少主乱阵。天神王要活的。可惜你们没有机会了。少主饶命，是大祭司逼我来的。口供写下来。蜀国已经烂了，没有大祭司也会有别人开门。你们天神王为什么要抓我？他说你是同类，若不能为他所用，就该被毁掉。断气了。少主，祭司殿聚集百姓，说找到了神女私通黑鼠的证据。贼喊捉贼，他急了。神女夜探水门，引黑鼠入城，天雷因他而来，黑鼠因他而至。真去了北水门，大晚上一个姑娘，若无事去城门外作甚？我夜探北水门，是为了抓内贼。这个人是大祭司的心腹，他在那里与黑鼠暗使接头。妖女随便抓个人，就敢污蔑祭司殿。你若被妖女胁迫，不妨直言，金乌神会赦免你。小的只是奉命巡水门。他不敢说，不代表我冤枉他。你们刚才都看见了，他怕的不是我，是大祭司。巧言无用，黑鼠天雷将至，唯有祭司殿能请神护城。把叶曼妮交出去献祭神树，或许还能免灾。我不想再遇到天雷。别动，今晚在者都是嘴仗。明日把证据摆到神树下，让他们自己看。明日午时，青铜神树下，密卷、口供、水门暗道、黑鼠令牌全部公开，到时候你们自己看，谁在救蜀国，谁在卖蜀国。若证据不够，我叶曼妮自己走上祭台。你
后悔。我只后悔没早点拆穿。第一件赠品是这份记录了伪神谕的秘册，包括献祭名单和神罚缘由。老夫胞弟当年背叛神法，秘册记载是因拒绝上交土地和粮仓。第二件证物是引发疫病的污水，祭司们把腐物倒入王城水渠里，让大量百姓病情加重，只为污蔑我是妖女。我看见过祭司们半夜走向水渠。第三是勾结黑鼠的证据，昨夜在北水门，大祭司心腹与黑鼠暗使接头。这个黑鼠令牌就是在他身上搜出来的。是大祭司，都是大祭司逼我做的，都是黑鼠令牌，也是他授的。他说只要打开北水门，黑鼠就会帮他除掉神女。大祭司竟然害了这么多人，我们差点冤枉了神女！放肆！我是金乌神使！你借神的名义残害百姓，又拿蜀国百姓去讨好黑鼠，你不是神使，你是蜀国的罪人！大祭司伪造神谕，残害百姓，勾结黑鼠，押入天牢，查抄祭祀殿，所有案卷重审。没了祭祀殿，还有天神王，你斗不过黑鼠天雷，也护不住蜀国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会一个个收拾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恶魔。少主，黑鼠军压境。呼延部那夜也是这样的军阵。这是现代军队的训练方法。他就是这。叶曼妮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我知道，他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。你也是穿越者？终于不用对一群古人解释了，现代人之间说话可以简单点。我给蜀国2个选择：交出叶曼妮，开城投降，或者见识真正的天雷。蜀国不会臣服，更不会牺牲王妃。不要对着这些愚昧无知的古人浪费你的时间，跟我走，我们创造自己的伊甸园。你所谓的伊甸园，就是造火药攻城略地，再把自己打造成新的神。旧世界愚昧，必须用铁和血重塑。你有先进知识，有高维理念，却拿来救几个随之死的蝼蚁，太浪费了。知识如果不救人，只会变成更高级的屠刀。你只是拿现代科学装神弄鬼的暴君。可惜，那你就和这座城一起学会臣服我吧。蹲阵！所有人趴下！叶曼妮，你确实值得我亲自拿下。你流血了。比起他给的见面礼，不算什么。天神王有令，送神女叶曼妮一封信。这上面画的是何意？哪里的符箓？英文。何谓英文？什么意思？
秩序胜于仁慈。这不是给你们看，是给我看。天神王说，交出叶曼妮，打开城门，否则下一次天雷落在城中。蜀国不以一人换狗安。天神王还说，黑蜀3年前不过山中不足，如今有矿山，有火药，有军力，有药炉，不是神给的，是他建的。回去告诉朕，他不想走，谁也带不走。黑蜀若敢再进一步，蜀国奉陪到底。一个人真能把一个部族变成这样？能，他了解控制人的方法。他在逼你？不，他是在向我炫耀。矿山、火药、药炉、军律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我想去探查他的军营。我也要去。你确实比我更了解敌情，但是玄逸，我们要并肩作战。我是女人，不是弱者。我陪你。这不是军队，是一群没有魂魄的傀儡。朕只想把士兵训练成武器。武器？让每个人只听指令，不问罪错，这样军队会更高效，也会更可怕。这就是他的秩序。黑蜀药炉，药炉里到底在做什么？我只知道，进去的人很少能完整出来。现在救不了。我知道。火药工棚、药炉、矿车，朕把整个黑蜀都变成了替他运转的机器。我们要找到黑蜀这套体系的弱点。这块木牌带回去，至少能证明药炉不是传闻。叶医生，既然来了，为何只带走一块破木牌？撤。不用急，他早知道我们会来。看清楚了，才好谈合作。我故意让你看见，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这套东西有多高效。高效的压榨和控制，你的一己私欲，要牺牲多少人？至少比祭司殿的神罚真实。这里的人不需要神，只需要服从。用暴力替换神意，有何区别？少主，你守的是一座迟早败亡的旧城，他早已见过更美好的世界，你没有。我看不见你的世界，但看得见你脚下那些被拖走的人。叶曼妮，我给你药炉，不是古蜀那种草药棚，是真正能治病、制药、改造这个时代的医学体系。条件呢？你辅佐，我统一。10年之内，黑蜀不再有祭祀殿，不再有部族乱战。按我的想法推进生产制造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这个看天吃饭的古老时代会被我亲手结束。代价呢？别心疼这些矿奴、药奴，时代往前走，总要碾过一些人。人不是材料。哼，你救得了几个？100个？1000个？你救过的人照样会怕你、骂你，把你推上祭台。那我也救。他们怕我，是因为有人骗他们。你杀他们，是因为你根本不把他们当人。你口中的矿奴、药奴、违令者都有名字，没有任何时代配用他们的命来铺路。天真。天真的是你。你以为带着火药和军律来这里，就比他们高等？
你拿知识奴役人，和大祭司弄神谕杀人没有区别。看来你还是选择这个封建腐朽的王朝。我选择尊重时代，守住人性。你既然围住我们，为什么不动手？留住你太简单，也太浪费。我要你亲眼看清楚穿越者的意义。暂时放过你，给你们最后选择的机会。他的话，你听进去了？我听进去了，所以更觉得可怕。他说的每一步都有逻辑，废祭司、建医院、修路、统一秩序。只听这些像救世，可他前进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牺牲。你不会和他走。你刚才有一瞬间不确定，对吗？他知道你的来处，懂你的话，也能给你一个施展本事的地方。我怕你觉得那里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玄烨，他了解我的时代，但不懂我。他知道怎么用医学，却不知道医生为什么不能放弃病人。他知道我的来处，也不代表他和我是一路人。你听不懂我说的很多词，可我说不能造火药，你信了；我说病人不能丢，你陪我去救；我说百姓不是代价，你站在我这边。我选择的不是同乡，是同行的人。那我算吗？算。那我便一直在你身边。你救人，我护你。二位，荒郊野岭，月黑风高，能不能先回去？哎，也不用走这么急吧。少主，药炉闯入一名灰衣男子，自称从黑鼠药炉逃出，要见叶医生。黑鼠药炉的人自己找上门了。少主，此人自称来自黑鼠药炉。来者何人？我叫锦，来找叶医生救命。放开他！不行。他脸色苍白，脚步虚浮，手腕有旧撩痕，呼吸也不稳，真有歹意也扛不住你一拳。别碰我！想活命就配合我检查。需要什么？清水、干净布、止血草，再点一盏灯。你和战真是两个极端。战派你来的？不是，我逃出来是想求你救一个人。谁？我妹妹阿念，她还在药炉里。凭什么帮你？因为我有你们想要的东西。黑鼠前哨我们探过，药棚、火药工棚、矿车我们都看见了。你们看见的是药棚，不是药炉。药棚只管配药、技术、遮人眼，真正的药炉在地下。地下？药人从矿道送进去，能完整出来的不多。你们想救人，想查战的弱点，就必须从下面进。你想用这条路换我救你妹妹？我只要阿念活下来。那你就得好好养伤。你撑不住，谁带我们进去？你真是来救人的？我是医生，现在你是病人，一切听我的。入口在黑石坡下，明夜我能带你们进地下药炉。黑石坡入口在这里，外面看是废矿道，往下走才到药炉。怎么进？等二根矿车回运，可以趁换防的时候，混在运炭车后面进去。防守有多少？外层有黑甲兵，里面有毒烟。黑甲兵不多，但一旦鸣哨会立刻封门。战知道你会来找叶曼妮，他知道我一定会找能救阿念的人。
吸过毒烟，走不快一步三喘，暂留他一口气，就是等我回去。明知道是诱饵，也不能把人留在里面等死。你可以不去啊。战的药炉没有那么简单，只是做实验，不会有那么多伤痕累累的药人。我替你去。不行，你不懂药理，也不知道怎么急救。好，我陪你去，但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。我也没有那么伟大，只是做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事情。我也去，我熟悉山路，也熟悉黑鼠。再说，我欠他一条命。你们蜀国人都这么疯？不是疯，是他教会我们，不能死死不救。全员整备，夜探黑石坡。就是这里，快跟上。走。你也小心些。你尽管往前走，我会护着你。安念在那里。安念，哥，你还活着？他吸入毒烟太久，心肺都有损伤，不能跑。那怎么办？你背他走，稳当线，让他保持呼吸通畅。你是神女？不是神女，是叶医生。别怕，出去了我给你治病。我哥说蜀国的神女会护住每一个百姓，我以为他骗我。他没骗你。有人闯进药炉！被发现了。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我留下帮你。信我。我一直都信。停，护着他们原路返回。别碰，那是毒烟药引。安妮吸的就是这个。药炉里的人都怕他，吸多了，心口就像被火烧。来不及了！你还拿这个做什么？拿来救他。我要知道这毒物是什么成分，才能解毒。救我们！少主，来不及了！能带走几个就带走几个。有埋伏！玄烨，他们把入口炸了。药炉里的人怎么办？应该无事，战不会舍得毁掉药炉，只是封住这个出口。快坐下。先救他们。他们暂时稳住了，现在轮到你。先把上衣脱下来。你一个少主，为何身上伤痕累累？蜀国的和平日子也不过区区几年，我不希望国家再陷入战乱。
我不懂什么国策大计，但我会努力阻止战的恶行。他醒过一次，问是不是安全了？暂时安全了，至少黑鼠的人也不能再伤害他。他们都是黑鼠来的，万一是细作怎么办？不会传染，他们不是染疫，是被毒烟烧了肺。可他们毕竟是黑鼠人。我也从黑鼠来的，战说我们是材料，活着的任务就是试药，药炉里的人没有名字，我们只能逃出来，求得一线生机。这些都是战统治下的受害者，是被解救下来的极少数幸运者。叶医生救过我儿子，我家还有一间空屋，等伤者病好了，可以借住我家。我能帮忙干点力气工。从今日起，王城药炉可收容黑鼠逃奴，凡从药炉矿山逃出者，不问出身，先治伤，再登记户籍姓名。你说过，人不能先问阵营，再决定救不救。少主学得真快。少主，黑鼠军动了，直奔鹿门寨。他要进攻了。因为我们救下的不只是几个人。备马，去鹿门寨。按叶曼妮说的，火药怕湿土，只要他们推火药罐，就炸不起来。战不会只用一种法子。少主，策领塌了，鹿门寨后路被切断了。稳住，继续防守。这人太阴了，撤到第二道防线，伤兵先走。少主，您呢？我断后。叶医生，鹿门寨是不是没了？寨没了，人还在就好。萌萌别怕，你可以帮叔叔压住这里。阿念，快躺下。叶医生，我只帮忙整理草药，不乱动。叶医生，少主还在前线断后，还没有消息。黑甲军炸毁了鹿门寨的进出通道，导致蜀军军心大乱。但是玄义迅速调整了战略，现在大部分蜀军都已撤退，你别担心。玄义，鹿门寨没守住，但伤兵带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剩下的我们一起守。你要多注意，伤口还没愈合，别再崩裂了。你也要保护好自己，不管站出什么阴谋诡计，我都不希望你涉险。这个战攻下鹿门寨后，还俘虏了蜀国百姓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叶曼妮，你以为救了几个药奴就能动摇我黑鼠的统治吗？既然你不愿意妥协，总要有人付出代价。叶医生救我！你救过疫病，救了药奴，救了蜀兵，现在呢？你要看着他们被炸死吗？叶医生，救救他们！罐子比城门那次小，封泥薄，引线长。他是故意拖延时间逼我就范。我已经安排亲卫做好部署。好，那我们就将计就计。我跟你谈。下来，一个人下来，不许！放心，只是缓兵之计，让他放松警惕。
我怕你骗不过他。我举右手就是动手救人的暗号。玄逸，只要你站在我身后，我就敢往前走。少主，你说我是你的王妃，还算不算数？算，今日算，往后也算。那就准备好接你的王妃回家。请呼延部少主停速来，让锦在城门待命，传令下去，排水阀关闭，做好储水准备。是。断引线就交给我吧。叶医生姐姐会回来吗？会，我会接她回来。想通了。我既然答应你见面，那么开始谈判前，请你先放了百姓们。你没有资格谈条件。你要的是能辅佐你收服百姓的穿越者，不是一个恨你入骨，随时会毁掉你计划的人，不是吗？放5个，剩下的呢？等你在古蜀国所有百姓的注视下走到我面前，向我下跪，我再考虑。战，我们不应该是敌人。点一根引线，帮他走快些。水一放，咱们先救人，拆下的袍冠轻拿轻放，那东西被剧烈晃动也容易爆炸。现在跪下，我的士兵还来得及熄灭火线。战，我真的很想家。只要你与我相伴，过往种种都可以一笔勾销。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彷徨无助。我想我真的需要一个强大的伙伴，宽阔的肩膀。准备，来吧，迷人的小野猫，只有我能给你避风港。杀了他们！先救人，保管别乱晃。我来接你。不是说好不能动武吗？伤口又要裂了。回去再忙。战，如果可能，我真的不想与你为敌。你还是这么天真，你以为救下这几个人就能赢我？玄逸，又要劳烦叶医生了。闭嘴！不听遗嘱，活该你疼。战还没有撤退，现在还不能回去。叶医生饶了我吧。天神王，大部队已经撤到山谷，接下来……少主，黑甲军内出现怪异的大型黑色铁车，难道是火炮？叶曼妮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区区几个百姓就能让你给我演一场好戏？我真的很期待，现在你要如何应对？真正的掌权者从来不靠仁慈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让人臣服。
是什么？黑铁车，我见过一次设计图样，外头包了铁皮，里面是天雷，简直就是洪荒巨兽，这还怎么打？少主，巨马弓箭都拦不住。可否使用投石机？可以，但是投石机射程有限，等黑铁车到近前再砸，城门一样会破。那如果是砸路呢？只要阻断它的前路。对，黑铁车太笨重，人力没有办法拉动它竖过不平整的道路。一旦我们用巨石设置障碍，他们没时间清理道路，就只能改道。最近的绕路是左侧碎石坡，那条坡也不平整，地面松动，都是碎石和被枯叶树枝掩盖的坑道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准备投石机，按最远射程投掷，把黑铁车挡在爆炸范围外。路毁了，车过不去，绕左侧，快！停下！我说停下！挡住了，真的挡住了！黑铁车走不了了，战又会换什么打法？天雷走不通，该用毒了吧？天神王，黑铁车在碎石坡损坏，折损了100来名士兵。既然天雷无法降下神威，那就借东风，把药奴拉上来。是毒焰弹，我在药炉里领教过它的威力。这种弹丸一碎就会冒出绿烟，人一旦吸进去就会咳喘流泪。放。玄烨，这烟有毒，快捂住口鼻，不要大口呼吸。所有人趴下，用袖子手帕蒙住口鼻，尤其是孩子和老人，立刻离开城墙。叶医生刚刚说我叫阿爹，我留下来，说不准能帮忙阻止敌人。快把衣袖打湿，捂住口鼻。是药炉里的毒烟药引，原来黑鼠药炉就是在制作这种武器，是同一种味道。我研究过，这种毒不会立刻致命，但会灼伤咽喉和肺部，大面积折损战斗力。萌萌，这里危险，你也赶紧离开。不，我个子矮，毒烟往上走，呛不到我。我要跟大家一起打败大坏蛋。好，我们一起击退黑鼠，守护家园。攻守准备！不行，你看，装弹的是药奴，不是黑甲兵。只射弩车，不射人，可以做到吗？尽量往低处射击。那个人是阿石，这些药奴都是我们老家的乡亲们，这些都是无辜百姓，不应该被卷入战争。叶曼妮，车你能挡，毒你救得过来吗？救不过来，也要救。别用手揉眼睛，用清水冲洗。哥，我们得想办法让他们停下。你要出来作证。我活着，他们才会信。所有人暂时克制，保持静默。乡亲们，我是阿念，我还活着，我不是药炉3号0527，我叫阿念，我哥哥锦也活着。我是锦，我也不是药炉2号0142。快点，谁敢停？砍了谁！阿念，
你们不是毒烟兵，也不应该是药奴。放下毒弹，可以到蜀王城治伤。掏出来，我们给你们住所。药奴能治伤，叶医生会救人。你找死！活人不是编号，活人不是编号，掏出来！蜀国不伤药奴。杀！开侧门，盾兵接人。阿念，你真的活着？活着，你也要活着。毒焰只是拖时间，他们真正要点的是神树火线。天神王，前线大量士兵被毒烟损伤和中箭，药奴都进去蜀界王城了。叶曼妮，这场游戏越来越好玩了。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哈哈哈哈！我们撤。叶医生姐姐，这些布都是消毒两晒过的。先给大家分下去。现在你是药灵大管家了。我长大了也要做医生。阿念，休息一下吧。叶医生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现在只需要你赶紧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、健健康康的。叶医生，这毒真的能解吗？现在只能暂时缓解，彻底解毒，还需要阿念给我提供样本和实验记录，配比出精确的解毒剂。你刚才说神树火线是什么意思？我偷偷听到战和幕僚说，黑鼠放毒烟只是让王城乱起来，转移你们的注意力，而真正的计划是从青铜神树祭台下的通道埋火药，还有好几个地方我没听清。总之，现在他们已经在行动了。天神王说要让神树倒下，让蜀国人知道他们的神女也护不住他们。朕为何要炸青铜神树？青铜神树一倒，蜀国的根基、百姓的信念都得坍塌了。你出现在圣湖的那晚，祭祀的内容其实是为我选妃，而圣女历来是为王室培养的王妃人选。难怪莲姬一开始就处处针对我。王权和神权就是这样世世代代纠缠不休，所以青铜神树对于稳定民心、巩固统治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机制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要去查看青铜神树祭台下的通道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现在形势不稳，少主得留下主持大局。更何况你现在也是病人，你这2天吐的血都够我给你单独开个重症床位了。好吧，听叶医生的，请停过来陪同你调查，再派2队亲卫跟着，可以吗？我保证注意安全，你也要保证乖乖喝药。是，遵命。暗门石板缝隙里封了新泥，最近有人进过就到。你们看，这是药奴留下的暗号，3道杠是求救，1颗圆点是毒烟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又怎么知道刚好有人能认出暗号？是叶医生，蜀国收留了大量逃出来的药奴，而叶医生给了我们希望。这是什么？圣湖边也有这种沙。火药只是掩饰，蓝矿和铜线才是必杀技。战难道要炸开圣湖，改变外界连接的河道，造成水漫蜀国、生灵涂炭的结局吗？危险！
前方就是天雷中心。天神王说，神树倒时，门会打开。中毒不深，再坚持一下。你刚刚说的什么门？他说戒指，什么媒介，能回家的门。戒指，媒介，时空通道，难道圣湖才是关键所在？那是你回家的路。将人送到药房。另外，请少主下令疏散祭塔和圣湖周围的百姓，不许任何人靠近圣湖。还有，跟他说别逞强，尽量静养，不要走动。王妃，那您呢？我要继续往里走，天雷中心必须查清楚。你还没回答，若真能回家，你走不走？算了，你不用打我，你选什么路，我都会护着你。叶曼妮，门快开了，你还要为这些古人浪费多少时间？终于来了，你比我想的慢。炸神术只是障眼法，你真正要的是圣湖内开启的时空之门。纠正一下，是回到文明世界的路，我们不属于这里，你又何必跟一群古人陪葬？战，这不是一场游戏，这里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，跟现代人没有任何区别。区别很大，我给他们军律、火药和秩序，没有我，黑鼠还是烂泥里的部落。你给的是伤害，你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先进的科学理念，没有完善的律法伦理，就认为他们可以随你实验蹂躏。他们的身后是毒烟口，另外一个角落是引线，救他们会炸毁青铜神树，拆火线，毒烟迅速扩散。叶曼妮，你选吧。我不按疯子的题目答题。停，想办法堵毒烟口。锦和亲卫们，快进来解救药奴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总以为人能被救？我不知道什么穿越者的意义，我只知道必须阻止你继续犯错。少主，王妃在救到玉符。迅速安排5队亲卫，先将百姓安全撤离。青铜神树广场周围1里地清空，药炉设商区，圣湖道路全部封锁。传令给萌萌，让他带帮工们准备湿布和热水。少主不去救王妃？他在旧道替王城争取时间，我应当在此配合他稳住局势。他不是等我救的人，他是能救1城人的人。带去旧道，告诉他，今晚王城听他调度。少主说王城听王妃的，这是调度令牌。他倒真敢。那就先救人，再救城。所有药奴先撤，陶罐、绒线等物件留下作证。咱们不能丢下一个百姓。他竟把一座城交给你，因为他知道，人不是用来献祭的。来不及了，门已经醒了。叶曼妮，你很快会知道，家和他们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都站起来，赶紧离开这里！神树要倒了，我们要跪求金乌保佑。树倒了可以再立，人死了不能复生。今晚不求神，只救人。照王妃的话说，亲卫保护妇人和孩子先走，其余人等不得滞留。这边还有一个中了毒烟的。手要洗净，布要煮水消毒，重症昏迷的病人优先处理。叶医生，这2天试的药方，感觉胸口滞闷减少了，身体也有了力气。现在病症与我类似的乡亲们都可以起身帮忙打点，
谢谢你，阿念，你真的帮了很大的忙。轻症先清理口鼻，再服药，重症不可平躺，针灸后另外开方。记住了，救人不靠神迹，得靠医术和草药。辛苦大家，有你们的努力，才能及时拯救这些遭受虐待的黑鼠百姓。救人不靠神迹，得靠医术和草药。先喝药，再不好好休息，我可要下迷药了。王妃可是越来越霸道了。少主，王上气息越来越弱，大司师说，他能让王上醒来。他给父王下毒，勾结黑鼠，谋害百姓，你们敢信他？可王上若醒不过来，蜀国就真乱了。少主，孝道在前，国本在后，不可意气用事。如果这是大祭司的骗局呢？人命关天，蜀王一日不醒，王城不得安宁。如今王上有一线生机，神女为何阻拦？王上服了10年神药，药性入骨，你们杀我容易，救王上难。你若敢再动手脚，我让你死无全身。可以让你救，但药、针、水、香符等物必须经我检验。你只可在10步外站着，不得靠近蜀王。神女诸多要求，若在下无法救醒王上，神女可愿担责？救王上要紧，神女不可无礼。这里是寝殿，不是祭台，少弄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。神药需请神助力。少废话，给我老实点。这个配方药性猛烈，却不是解毒所用。只要王上能醒，就还有转机。可有问题？药方无毒，可以一试。王上醒了！父王，王上，少主玄义受妖女蛊惑，圈禁百姓私审祭司，动摇国本，请王上降罪。玄义不孝，叶曼妮妖女2人治罪。父王，治罪。王命已下，来人！不对，蜀王被药物控制了。皇上亲口定罪，玄义与叶曼妮还不跪下？我有3个问题，若王上答得出，我认罪。妖女也配问王上？你心虚什么？如果蜀王没有问题，还怕被问吗？让他问。王上，玄义幼年替你挡过一剑，伤在何处？左臂。是右剑。王印平日藏在何处？祭司殿。王印历来由王室暗格收存，怎会在祭司殿？最后一个问题，玄义的母亲在哪里？治罪，治罪。看见了吗？他不是在下令，他是在重复被灌进去的话。放肆！放肆的是你！他瞳孔迟钝，四肢僵直，答非所问。这是药物强行唤醒后的神智受控。你们听到的不是王命，是大祭司借王上的嘴说话。还想动什么？是精神控制类药物。都推开！你以为只有我想让你消失？真正要你的人在圣湖等着。捂住口鼻！父王，幸好发现及时，多喝水，只要等药物稀释排出体外就好。少主，大祭司往圣湖方向逃了，外面有黑甲军接应。不是逃，他是去交一样东西。什么？王印。天神王，我按你说的做了，我控制蜀王，拖住玄义，把王印也带来了。你答应过给我自由，让我离开蜀国。王印，叶蛮妮很快就会被引来，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。做得很好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天神王，请天神王派几个亲卫保护我离开蜀国。
你不是答应过？你连自己的王都卖，凭什么觉得我会守信？这是何物？王印是古蜀的锁，蓝矿是他的阵，我的手表是时间锚点。那是你来时的路，朕要带走你。朕故意让大祭司把我们引来，希望我帮他开门。叶曼妮，万事俱备了。叶医生听得到吗？那是我在4000年后的未来，挖掘古蜀国的文物，遇到塌方意外，穿越到这里。现在轮到你的钥匙了。你早说想回去，我可以助你，哪里需要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？回去？你太小看我了！我要打开的不是归路，是一条通往自由与永生的路。你疯了！现代有知识，却有规则；这里有广袤天地，却太愚昧。只要门开着，我就能把2个世界都变成我的试验场。少主，地龙翻身了！门还没稳，王莹莹只开了第1道锁，时空裂口在扭曲。我需要你的手表，它记录了你穿越那一刻，是唯一能定住门的时间锚点。休想！不放也可以。时空裂口继续撕裂，圣湖、神树、王城，甚至他来的那个塌方戏场都会被吞噬。下面还有人，来不及了，要塌了！他说的可这是真的？应该是，门已经失控了。可否阻止裂口？叶曼妮，在这里等着我。现在要稳住这道门，不能让2个世界在战的野心中崩塌毁灭。我不会让他走，但也不能让所有人陪他一起死。开了，是暂时稳住了。你以为我会替你开路？我是在给自己争一个关门的机会。你舍得毁掉它，那可是你唯一的归路。叶医生，找到叶医生了吗？你不会毁的，你想回去，你比谁都想回去。我是想回去，但不包括你。那就看你能不能在门关之前毁掉自己唯一的围路。时空之门越来越稳定，而手表一直在转动。如果毁掉手表，停止转动，是不是就可以关门了？叶曼妮，做你要做的事！别动！这是唯一一次回去的机会了。那里才是你的世界，这里没有你的家，没有你的时代，没有你该有的一切。可那里也不该有你。
休想！住手！你他妈给我住手！那是我的门！那也是我的归路。不！救我！叶曼妮，你不是医生吗？救我！战，这是你应有的惩罚。你会后悔的！我才是最了解你的人！叶曼妮，回家的路被我亲手毁掉。这里还有生命迹象，快往下挖！门还没彻底关上，或许你还有机会。看病请排队，来送东西的，送东西也要排队啊。叶医生，这是我们刚采的草药，您看能不能用？这是我刚劈好的柴火，给您送一点。谢谢大家。医署的门永远是朝向百姓的。这是怎么了？身体不是康复了吗？叶医生，感谢您救了我们兄妹，现在身体痊愈，我们知道不宜久留，但是我们也无处可去，冒昧请求您。行了行了，先起来，别动不动就跪下。医署不收药奴，但可以收下愿意学医的人。我愿意。那师傅，我教你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可轻易下跪。谢谢师傅。新的日子开始了。这些年，寡人病中昏聩，竟让祭司殿借神意害民。父王，你能醒来，便是万民之福。国王已经追悔莫及，幸好现在还不是太晚。叶医生，你救了寡人，也救了蜀国。救蜀国的不止我，如果没有众人齐心协力，没有少主的一路护持，单靠我微薄的力量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老夫曾以孝道逼少主放出大祭司，险些酿成大祸。叶医生，老夫有愧。长老也是被夷人蒙骗。传寡人令，自今日起废祭司殿，凡疫病中毒、外伤癫症，先入医署，不得再提刑罚献祭之事。从今日起，无圣女、无神女之说。黑蜀药奴可自愿归入蜀王民籍。王城医署由叶曼妮主持，赐叶曼妮国医之名。还有一事，当日玄义以王妃之名护你，或有权宜之计。你既然自愿留在蜀国，叶曼妮，寡人只问你一句：你可愿与玄义并肩，同守蜀国？若是我自己选，我愿意。父王，儿臣愿以此生护他，以尊他。好，既是两心相许，寡人便赐婚少主玄义与医署主持叶曼妮。恭贺少主，恭贺王妃。是叶医生。是，恭贺我们叶医生。八弟愿与蜀国结盟，20年内不可起纷争，保持互通有无。八弟与蜀国合作铲除黑蜀田神王，蜀国记得这份情。叶医生，我可不是专门送盟书来的。八弟若有病人，可否送来医署？当然，医署救人不问国籍。那我可否让八弟的医者过来向你学习？互相交流才是进步的关键，欢迎。
王妃可会后悔。